然后我从中野站出来了，这边刚从新宿的中央线转车，拿到这边市站而已。我等一下想要去的是中野百老汇，那中野百老汇在这条商店街一直走就到了，那它也10点才会开。日本很方便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的商店街都是在室内。其实下雨不用怕，我看大部分的店应该都10点、11点才开。感觉早上会开的店通常都是素食店，还有荞麦面这一类。前面这边就写中野百老汇。哇，像这一间曼达拉 K 就是写12点才营业，真的太早来了。那走进来。这栋建筑物的感觉好像比较老旧。那这里如果知道的人应该就知道，这边也是算比较次文化的爱好者会来的地方。那我来也是想要来朝圣看看，主要也是来看一些模型、动漫之类的。然后想说来找能不能挖到一些宝。我这边写的开的时间是10点到23点。中野百老汇是地下1层、地上4层的建筑物，在这些看似平凡的走道里，藏着不同主题的店铺。对爱挖宝的人来说，这里简直是一座大型的藏宝库。这里是 B1 蛮多超市，然后也有药妆店，前面还有一间快剪 QB House。刚刚早上还没开门的时候，已经很多人在排队。剪一次头发1400日元。这里面除了有卖菜的，也有卖海鲜的。像这个卖便当的。寻宝前先来 B1 填饱肚子。关于餐厅的实际介绍，可以参考东京独旅实际影片。吃饱后就可以正式进入寻宝模式喽。好，我先到4楼，我打算从4楼慢慢逛到2楼。哦，店都开了，这一间是卖书籍类的。哇，这一间是卖很多复古的机器人，这一间我也喜欢。这一间感觉更古老。卖很多古老的玩具，天哪，这根本就是很多小时候的梦幻逸品。这边每一间店都藏着惊喜，我花了2个小时认真在这些店铺里寻宝，不管是商品或是店家的展示品，逛完一轮让我觉得不虚此行了。好，现在时间是2点半，我终于逃出来了，差点被困在中野百老汇里面。没想到中野百老汇很好逛哎，刚刚每一间店一间，真的有兴趣的留进去逛一下。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一些公仔精品嘛，然后后来发现有一些东西不同家卖的价钱真的不一样。我买了一盒公仔。一盒洛克人的公仔，一开始我看到日币2900，我觉得很便宜。然后后来我又看到另外一间卖2500，结果最后买的那一间呢，它卖1500而已，几乎快要半价。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挖到宝的感觉。另外我也买了6只普乌跟悟空的经典对战场景，那6只公仔总共8500日币。8500，然后加上那只洛克人1500，总共1万日币，台币大概2000块，我买到7盒公仔，全新未开封的，一盒不到300块，真的是很划算哦，所以差点走不出来，就是这样困在中野百老汇里面。我觉得那边比秋叶原好逛太多了，因为它全部的动漫的东西全部都集中在1层楼就搞定了。我觉得这边真是一个太晚来的地方，旅游第3天才过来，应该早点来的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边就买了。
我现在买了大包小包啊，说实在一个人实在是有点吃力。如果还要撑雨伞的话，根本没有那么多手。这时候就会希望有一些旅伴的，独旅这样拿真的蛮累的。所以我现在很犹豫，现在才下午2点半。我本来今天的行程是要去池袋，但我可能要去找寄物柜，把这些东西寄一寄了。我现在在池袋咯，那我现在从车站出来，这几天日本整天都在下雨，今天下整天的都没雨。那我现在就打算沿着市区，目标是太阳城、三山西町那边。刚才又去 Mid Tokyo 朝圣一下。为什么说朝圣呢？因为其实之前我都有在看，有一个 YouTuber 叫东京走着瞧，他们都喜欢去 Mid Tokyo 夹娃娃。不过他们去的应该是新宿店，然后我是刚好看到池袋这里有一间，就来试试看。觉得这个日本的夹娃娃店真的是做的很厉害，都可以做一整栋的，不管是 Ego 啊，或者是 Namco， 还有 Mid Tokyo 都是一整栋的。然后又去喷了一些钱嘛，不过刚刚至少还有带走一只娃娃，是台球少年日向翔阳的娃娃。这几天娃娃机实在是看到有点麻痹的，其实每次来我都很喜欢夹娃娃，那就算没有夹，逛一逛也不错。但是这次真的我逛好多天，逛到有点累了，但还是会想要继续看一下。太阳城这边集结了海贼王、宝可梦等动漫 IP， 在这里耗上一整天都没问题。但我来到这已经接近傍晚，所以我打算跳过商店，直接去60楼观景台。现在搭这台电梯准备前往60楼。我刚刚在楼下还想说，为什么都没有什么人要上来？我发现他在那个路上都有标示说，现在天气不好，所以能见度很低。日本人还算不错啊，他还有提醒你说上面可能看不太到。结果实际上上来之后，发现真的什么都看不到。现在还好一点哦，刚刚我一上来，外面窗户整个都是白的，我还想说这边到底是要在哪里看风景。然后刚好遇到那个《鬼灭之刃》的特展，然后这边也有卖周边商品，不过它应该是限量的，所以这应该白天的时候很多人应该就来抢完那个限量商品了，然后只剩下一点点周边商品。它这边弄得布置的还不错，蛮多那个鬼灭人物的看板啊，然后我旁边刚我看到有那个很特殊的一面墙是可以拍照的，然后那面墙它是特别跟你说要用闪光灯拍，我一开始在想说为什么要用闪光灯拍，后来才发现哦，它中间每一幅图中间都有一面黑色的，用闪光灯拍了之后，那个效果就出现了，很有创意哦，第一次看到这一种拍照方法。那我现在隔着窗户看夜景，拍夜景其实都不好拍。哦，不过这样也算是有看到时代夜景啦，虽然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，正下方还勉强看得到。虽然外面是一片白茫茫，但我很喜欢这里的室内设计，有很多可以随意坐下的舒适角落，还有像公园的人造草皮区，营造出一种宁静放松的氛围。今天很多鬼灭的活动，竟然还有这个。我觉得这个扭蛋店真的是世界大的，我很认真的逛，一台一台看。其实扭蛋这种东西也没有说一定要扭什么，就是东看看西看看，大部分看到的东西都不喜欢。可是只要一直看，总是会看到几台，会突然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会想要扭一个来看看。不过我今天有一点目标，就是我想要找一些小的假食物类的东西。我要扭这一台也很特别，这个是之前我有买过两本书，就是这个书《寿司去旅行》的书，给阿果他们。没想到这个竟然有扭蛋的。这个要
4枚，这个寿司人都蛮可爱的，看我手上哪一个？是戴眼镜、有领带的寿司人，这一个。我决定再转一个寿司人，好喽，来看会是哪一只。哦，运气这么差，好像是一模一样的。好吧，那就结束喽。真的是逛不完，有够大的。以上是这次在中野池袋的独旅分享，难得能这样子在挖宝，真的充电满满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喜欢我们的订阅，再开启小铃铛哟，拜拜。